6月22号，星期一 AI 每日新闻。这个周末科技圈最忙的不是别人，是 Anthropic。1周之内被政府关掉最强模型，有地建要上市，还挖来一位诺贝尔得主。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先讲最渣的 ，Anthropic 最强的2个模型，代号 Mythos 5跟更进阶的 Fable 5，上周被白宫一国安理又要求直接关闭。到货现是亚马逊的研究员用一连串提示，让 Mythos 突出本该被限制的网络攻击资讯。美国国安局甚至说，这个模型几个小时内几乎攻破了他们所有的机密系统。Anthropic 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对所有使用者切断这2个模型。不过剧情很快反转，6月4号，川普改口说 Anthropic 表现得很负责任，现在不算威胁了，但他不依据，1周前可能算。同一周 Anthropic 还偷偷的出了上市申请书，估值就前650亿美元，必经一找。更惊人的是营收，年化已经冲到470亿美元，5个月成长5倍。如果顺利，它会是第一家挂牌上市的 AI 大厂，目标是约又高升跟摩根大通操刀，一边被政府呈上，一边冲刺上市。这就是现在 Anthropic 的处境。人才大战也在烧。AlphaFold 的共同打造者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ohn Jumper 宣布离开待了快9年的 Google DeepMind， 加入 Anthropic。AlphaFold 用 AI 预测了超过2亿个蛋白质结构，彻底改变了生物医学。差不多同一时间， Google 的 Gemini 共同负责人 Noam Shazier 也传出要去 OpenAI。换句话说， Google 正在被对手连续挖角。再来一个跟你我比较有关的， Anthropic 开始要求使用 Claude 要先验证身份。对使用者来说，这代表更高的账号门禁跟一些隐私上的取舍。对 Anthropic 来说，这是在背锅案呈上之后，想证明自己管得住，谁在用，用来干嘛。安全跟方便之间的拉扯，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常见。换个口味，做 AI 图像出名的 Midjourney 突然宣布跨组一了，成立新部门 Midjourney Medical， 还推出第一个硬体，一台全身超音波扫描仪，做法很可幻。你躺进一池潜水，水池还绕着大约50万个超音波感测器，声波从4面八方穿过身体，几秒钟生成一张全身的立体影像，不用辐射，不用磁场。创办人的远景时，未来想去 SPA 一样，60秒扫完全身，2031年在全球放5万台。听起来很美，但要破电冷水。现在还是原型机，没有任何法规核准，实际一次要扫大概20分钟，而且到目前只扫过12个人。初企业只给身体组成图，不做诊断，愿景很大，路还很长。模型这边也很热闹，由开发者做了一份试测，宣称 GPT 无电误的环觉录是开源模型 GLM 5.2的3倍。这个数字要保留看待，因为是单一来源，不是官方数据，但它戳到一个趋势，开源模型的品质正在快速逼近，甚至在某些人物上超车比原大厂。对使用者来说，这是好事，选择变多，成本变低。推一步看社会，最近几分观察有点惊醒。Nature 的早期研究发现，过渡以来 AI 可能正在弱化我们自己的技能。美国民意对 AI 的反感创下新高，诺威甚至近乎全面禁止小学使用 AI。技术抛得很快，但社会愿不愿意接受，怎么用的健康，是另一道考题。最后来点轻松的，一部以 OpenAI 内斗为题，片名就叫 Artificial 的电影，本来 Amazon 有意接受，结果在宣布跟 OpenAI 合作之后，反而把这部片放掉了。现实有时候比电影还喜剧化。今天用一句话总结，一个被政府关掉的模型，一场比金一招的伤时，一位诺贝尔得主的跳槽，还有一场科幻的医疗跨界。AI 这场赛局越来越像一个国家级的故事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、
开校铃档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